自由的想象的空间，连基本的言论自由都不能保证。那你像这些国家，它怎么能够涌现出企业家？其实这个话题，我认为是我们今天每个人都应该去思考的最重要的问题。因为我经常讲一些很简单的道理。我说很多人动不动就骂企业家，说企业家是资本家是什么？当然，企业家里面这个怎么叫定义企业家？比如说有些人做生意的人，我们也见面也叫他企业家，对吧？这个其实也很难划分。乔布斯曾经划分过企业家和商人，他认为企业家和商人是完全不同的。当然，我们企业家里面也有很多很令人讨厌的，是吧？这个琼比特也讲过，说企业家这个群体啊，他往往不是让人们很喜欢的人。因为企业家多数都有一些特点，比如说他比较这个孤傲啊，比较高傲啊，甚至比较飞扬跋扈啊，甚至颐指气使啊这个盛气凌人呐、总之吧，这些负面的词儿你都可以用在很多企业家身上啊，特别是有些企业家成功了啊，拿他们讲一些话就是这个天马行空，一般普通人听得更不舒服了。但是呢，这个又有什么关系呢？他就是这么一个很特殊的人。你看乔布斯讲话也是很多普通人也是不喜欢的，是吧？马斯克，你看他也是这样中国国内的马云，那也是这样的。但是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他就讲了一些话，是吧？但是呢，你看，所以说企业家和商人怎么区别？所以我们现在社会有很多人就是动不动跟他们贴上一些标签。当然，我必须说呢，就是创业的人也好，做生意的人也好，企业家也好，并不是人人都是那么好的啊，有很多违法的啊，有很多乱搞的，坑蒙拐骗的也很多，坑蒙拐骗、假冒伪劣啊，违法乱纪，那很多，那这些当然我们要谴责。但是我是从一般意义上来讲，我们对企业家这个群体，对创业者这个群体，我们怎么要抱鼓励、支持、宽容理解？因为我经常讲的，如果没有企业家，这个国家的经济就停顿了，财政收入从哪里来呀？这个就业谁去创造啊？今天我们无数人特别年轻人，说实话，现在就业真的有点困惑。我就经常跟年轻人讲，我说那要不你去创业吧，你有条件去创业，你去创业，你就对社会最大的贡献，因为你一创业，你至少要招几十人、几百人，对吧？所以这就是我今天跟大家简单的讲一讲，就是一个国家能不能保护、支持、鼓励、宽容企业家，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国运。所以我们天天讲什么国运、国运、国运，什么叫国运？国运就是你这个国家，你的环境、你的制度、体制、机制，你能不能让我讲的这四堆人他不断的能够出来？这就是最根本的国运，其他都是胡扯。如果你企业家都出不来，科学家也出不来，艺术家也出不来，有什么国运呢？所以美国人讲，不是看一个什么总统、一个政治领导人多么强悍，你会发现很多地方反而是一个领导人很强悍的时候，其他都死了，其他都死了，是吧？我们很多国家，有一些国家我们都知道，那个什么一个人很牛，什么大帝啊，什么天蓬元帅这些称号都出来了。除了有一个大帝之外，其他还有什么？没有，是吧？所以我衷心希望我们要从这些角度，我们来认清人类社会进步的本质，是吧？人类文明进步的本质到底是什么？经济进步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一个国家怎么才能够富裕强大？怎么才能够让绝大多数人都能够有就业，都能够有财富的增长？这些最根本的问题，这些深层次的问题，其实你思考久以后就会发现，这个答案是非常简单的，就是我们都能够知道的常识。但是往往各位朋友，往往常识是最不容易认识到的，而且常识也是我们最容易忘记的，对吧？人类社会，地球上很多国家在很长时间里面要坚持消灭私有制，他们认为消灭私有制什么都好了，结果呢？结果就是普遍的灾难，对吧？这不是个常识。所以我今天谈这个话题，其实我可以谈很多。当然了，我只简要的跟大家讲一些这些基本的想法，我希望能够引起大家，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些问题。这些问题仍然决定着我们中国乃至整个人类未来的命运。我就先说到这儿，谢谢大家。就是在心态上，大家首先要有一个平和的心态，就是这个经济的运行呢，它确实有它的周期性的波动，有这个周期性的因素。这个话当然讲了，大家听起来不一定很高兴，是吧？就是你会发现呢，就是很多行业它高速增长之后，它一定会进入到这个低速的增长。所以现在我们的经济这些年为什么开始这个增速大幅的放缓？很多行业都是
不怎么赚钱，就是就业压力也很大，然后这个企业的利润的压力也很大。它的原因很简单，就是这个需求已经提前大部分需求都已经满足了。你比如说以这个房地产为例，那房地产在98年到18年，甚至到21年，这个20几年，那是狂飙行业那不得了的是吧？那很多房地产公司那不知道赚多少钱，在房地产行业的很多人呢都是高工资，但是21年以后大家可以看到，就进入了这么一个调整的周期，而这个周期会比较长。所以我讲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只能面对这个现实，就是经济它不可能永远高歌猛进，它不可能永远高速增长。那现在进入了低速增长，进入了这个甚至是我对于某些行业而言，甚至就是衰退，甚至就是萧条。那你得面对这个现实。那面对这个现实怎么办呢？第一，我认为就是我们必须力所能及，就是你能够做什么事情，你还要努力去做。哪怕我现在工资低一点，我现在这个生活可能工作更辛苦一点，那我也得去做。我完全反对这种躺平，好像说现在经济形势不好，我就啥也不干了，我就躺平，我觉得这是不对的。越是在这种情况下，说实话，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有更加坚定的意志，我们要抓住一切能够抓住的机会。那第三个就是你的财富，如果你现在还有一点财富，比如说你还有一点存款呢，还有一些财产，那你应该首先满足你能够保证你的基本生活不受影响，基本的衣食住行不受影响。那其实要做到这一点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嘛，对吧？就是你基本的衣食住行不受影响的前提之下你再去比如说做一些投资理财什么之类。但是我不建议在这个时代背景下，我不建议大家去冒很多的风险。所以你对一个普通人而言，我们又没有那么多钱，那最好你做一些比较稳健的投资。当然，你的基本生活有保障以后你说你愿意去搏一把，你做一些高风险的投资，那也未尝不可。但是呢，你看我们周边有很多朋友，就是他很容易加杠杆去冒风险，结果呢，把这个保证基本生活的财富也赔进去了，那就变得比较困难了，是吧？所以我就这么几个建议吧。我认为就是第一个我们要面对现实，调整心态；第二个我们要力所能及拒绝躺平；第三就是我们要控制风险，保证基本的生活能够不受影响。我最近这些年调研很多企业，你会发现很多企业它是在发掘这个新的需求，就是我们现在讲存量存量的是这个大众化的、一般化的这种普遍化的需求。说实话，就是很多是饱和了，但是呢，人的需求是无限的，所以你在你这个行业，你能不能发现一些非常独特性的东西？所以我认为在这个时代，就是创意这是极为关键的，就是你能够有特别独特的创意，你能够挖掘出新的需求，你这个企业就能够异军突起其实这样的例子很多了你比如说我在刚才这个分享里面提到的这个泡泡玛特这种陶玩，你谁知道它一下它能火起来的同样比如说也还是荷兰的这个蜜雪冰城蜜雪冰城它你看它满足的什么需求这个奶茶当然过去这些年涌现了无数的品种当然很多品牌做的也是不错的嘛，对吧？还有咖啡，你看这个瑞幸咖啡现在也是全国铺了很多很多的店。所以你可发现一个最普通的行业，就饮料这一个行业，它会冒出很多新的东西出来当然呢，我认为就是说，我们很多企业你不要指望说我一下子就要做多么大。就中国的企业呢，就是总是有一个问题，我总觉得这一点是提出来和各位我们可以商量讨论。就中国企业做什么东西，只要一做，他就马上想着要把规模做得多么多么大，然后就开始全国开始铺，是吧？连锁店，其实这一点呢，这不是那么好的。所以我其实，我们就前几天吧，我们有一些企业家，有十个人我们去了，比如中亚的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很多朋友可能不熟悉这两个国家，这两个国家都很小，并不大。但是你看，你去这两个国家，特别是格鲁吉亚那么一个小国，所有的人的感觉，你看，他们的感觉就是，他们没有那种什么连锁店什么都是走到哪都一样，但是他们很有特色，无论是吃饭喝茶休闲的地方，它都是很有特色的。所以，我们中国其实未来其实我不太赞成，我们什么东西一旦搞起来，全部都是连锁店，
所以我有时很困惑。你比如说，我从深圳走到北京，从北京走到合肥，从合肥走到成都，从成都走到长沙，你找不到太多有特色的东西，都是被连锁店，都是到这个超市里面，好像那个品牌都差不多，这个不好，对吧？就是我们要能够有独特的创意、独特的品味、独特的这个品质，哪怕你这个店规模不大，但是你能够活得很好。实际上这一点，中国的企业界、商业界现在正在面临深刻的转型。我们过去的总是相信这个资本的逻辑，说你的东西这个做得好，马上全国开500家店，开1万家店，最后发现不行，